他坐在小板凳上，乖乖地低着头。邻居阿姨站在他身后，耐心地帮他整理那头典型的中非混血卷发，动作轻，表情柔，像在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而网友看到的却不是温馨，而是一种深深的心酸。菲儿的头发本应该是妈妈的手来梳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中非混血的孩子头发非常难打理卷曲，一打结容易疼，需要懂技巧，懂耐心，懂孩子的情绪。正常来说，孩子的头发应该由妈妈一边哄着一边整理。妈妈的味道，妈妈的手，妈妈的耐心，是孩子最天然的安全感。但视频里的菲儿却只有邻居阿姨帮忙。当镜头拉近时，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孩子安静的不正常，乖得让人心疼。有网友说，这不是懂事，这是没人能让他撒娇了。邻居像母亲一样，但他不是真正该在的人却不在。邻居阿姨在视频中非常尽心，轻轻理顺发丝，用手撑住头皮避免拉扯，不断低声说着安慰的话。那一刻，她的角色像是妈妈，但大家都知道，她不是菲儿的妈妈。而真正该在这里，该为孩子准备发夹，该在打结时替孩子吹气，该在扯疼时说妈妈在哪的人，却隔着一个国家的距离。当网友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心一下沉下去了。邻居是在代替妈妈做母亲该做的事儿。明明有妈妈，却得不到妈妈的陪伴。菲利斯塔不是消失了，她并没有抛下孩子，她只是人在坦桑尼亚，无法回国。工作、生活、选择、环境，所有因素加起来，使她无法陪在孩子身边。问题是，孩子不懂这些，孩子只懂妈妈不在。成年人可以讲道理，孩子只能感受缺席。很多网友说，最可怜的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，而是有妈妈却无法拥有妈妈陪伴的孩子。爸爸杜宾撑起了整个家，但父亲替不了母亲。视频中也能看见菲儿现在主要由爸爸杜宾照顾。杜宾对孩子的耐心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他是一个老实、不会表达但非常负责的父亲。他愿意帮孩子洗澡，带孩子去学校，教孩子中文，给孩子做饭，一个人承担起全部家务。但无论再努力，父亲始终无法替代母亲在孩子心中的那一份温柔。有人说，杜宾是好爸爸，但孩子依旧缺妈妈。菲儿的懂事是被环境逼出来的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菲儿坐着几乎不动，不哭不闹不撒娇不抗拒。这种安静，大人看了觉得懂事，但对儿童心理专家来说，这叫被迫成长。情绪压抑，缺乏安全感的顺从。孩子不是天生这么乖，孩子之所以不闹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没有妈妈的生活。他知道哭也换不来妈妈的拥抱，他学会了把情绪藏在心里。这不是成长，是童年被迫提前结束。邻居的善意补上了孩子缺失的温暖。在中国农村或小区，邻居之间的互相帮衬是很常见的，但对菲儿而言，这些帮助并不是普通的帮助，而是弥补他情感缺口的唯一方式。整理头发，帮他说话，带他玩，给他送小零食。邻居阿姨像亲人一样照顾他，所以当邻居给他梳头时，他才会那样安静，那样信任。网友说得很好，一个孩子被邻居照顾得这么细致，说明他真的缺母爱。镜头里的菲儿是所有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网友看完视频后最扎心的评论是，混血孩子的卷发很漂亮，但背后的故事却不漂亮。画面中，菲儿小脑袋微微低着，一丝害羞，一丝乖巧，一丝无奈。那不是一个快乐孩子应有的样子。他表现出的不是童真，而是懂事到让人心痛。他好像知道，妈妈不会突然出现在门口，不会突然来抱他，不会突然来帮他梳头，所以他只能乖，只能静静坐着，不吵不闹，因为他没有可以依赖的那个人。菲利斯塔在哪儿？他知道女儿此刻的模样吗？现在的菲利斯塔依旧在坦桑尼亚，生活复杂，状态波动大，周围的人不断变化。但问题来了，他看到女儿的视频，会不会心痛？会不会意识到金矿的工作、坦桑尼亚的朋友、社交媒体拍的视频，都比不上孩子的哭与笑？他会不会某一天突然明白，孩子需要的不是更大的世界，而是一个完整的家？他能不能真正放下杂事，把目光转回这个需要他的小女孩身上？结语，孩子是最诚实的镜子，大人不能再逃避了。菲儿的那段视频让很多网友说，替妈妈梳头的
却不是妈妈。最心疼孩子的，却不是亲人。孩子不会撒谎，他的安静，他的顺从，他的懂事，全部都在诉说他缺爱，他孤独，他需要妈妈。希望菲利斯塔能看见，希望杜宾能坚持，希望邻居阿姨继续温柔照顾他，更希望有一天替他整理头发的人能够重新变回他的妈妈。